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何为逆锋？ ADAHR。逆锋是书法术语，运笔的一种技法。为了藏锋突薄，用逆路的方法，欲下先上，欲右先左，以反方向行笔的，称逆锋。用逆锋作字，往往具有苍劲老辣的意趣。学习书法，不可不知的书法术语。中国书法博大精深。近代书法大师沈尹默评价书法：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书法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它以独特的书法美使人迷恋。什么是书法？书法狭义上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中国书法的5种主要书体：篆书体包含大篆、小篆；隶书体包含古隶、今隶；楷书体包含魏碑、正楷；行书体包含行楷、行草；草书体包含章草、小草、大草、标准草书。法书指的是什么？法书又称法帖，指学习书法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古代将书写于坚楚纸帛而有法度的书法作品，均称法书或称书。北宋王安石有好诗所传完，空残法书帖的诗句。法书不同于书法，法书是对古代名家墨迹的尊称，包含书法作品之楷模的意思。汉墨是什么？汉墨一统笔墨，原指文辞。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汉墨，见异于偏激。后世亦泛指书法于中国化。宋史米芾传特妙于汉墨，沉着飞著，得王献之笔意。何为墨迹？墨迹是指用墨书写的手迹。唐代张籍和左思源郎中邱居之二有学书求墨迹、酿酒爱朝和诗句。宋书范晔传也有上士以墨迹、叶乃具陈本墨的记载。何为真迹？真迹指的是真实可靠的手迹，而不是出于他人的假托与伪造。唐代张怀灌书断开元16年5月内出2王真迹及张芝、张敞等书，附集贤院。金石指的是什么？金石是指古代镌刻文字、宋宫记事的钟鼎碑碣之类。金是钟鼎铜器之类，石是碑碣石刻之类。墨兼爱下，以其所书污涂帛，漏污金石，着污痰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刻石砖指什么？刻石砖指镌刻于碑石与摩崖上的字画，如秦代会稽刻石、东汉石门宋摩崖刻石。环坛新论泰山之上有刻石，凡800余处，而刻石者72。何为摩崖？摩崖是把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上，称摩崖。如汉碑中之石门宋、魏碑中郑道昭之云峰山题诗、题名等。宣和书谱正书1，遂良喜作正书，其摩崖碑在西洛龙门。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
9. 何谓之碑？碑是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节。树碑用以歌功颂德，始于秦而盛于汉，在近代曾严禁立碑，故历来禁碑难得。唐代是中国古代碑刻最发达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书法上也有极高价值。10. 何为节？节是刻石中的一类形制。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上，或者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节。石鼓文即是一件列节。11. 何为碑额？碑额是碑刻术语，碑头的通称，又名碑首，一般指碑石上端额部多有大字碑体及边饰的额头部分。碑额一般镌刻该碑的全名，多为篆书体。何为篆额？篆额是碑刻术语，汉代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称碑头或碑额，因碑额上所题字多用篆书，遂称篆额。汉碑如张骞碑、韩人铭等篆额，书风奇似跌宕，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何为篆盖？篆盖是碑刻术语。唐代的墓志铭通常有石盖，因盖上文字多用篆体，故名。篆盖与篆额内容相仿而形制不同，但金世宗力称篆盖即篆额。何为碑音？碑音是碑刻术语。古代碑刻除正面碑文外，往往将门生、故吏或出资建树者的姓名镌刻于背面，故称。何为碑版？碑版泛指碑志之类。碑版广义。开元25年，杨于传景贤大师申塔记，莫有碑版所详，不复多载语。后魏昌冯王新庙碑有碑版湮灭语，后人碑版名称代自此始。何为碑学？清代阮元、包世臣提倡北碑后，学术崇尚碑刻风气大盛，遂有北派碑学、南派帖学之分。又指碑版学及研究考定碑刻起源、体制及新旧异同等学问。何为勒石？勒石是碑刻的术语，指将法书勾摹本背面加诸复印到石面上的工序。唐代碑刻上常有专款记载勒石者，如怀仁节王书圣教序碑末有诸葛神力勒石字样。何为朱贝？朱贝亦称碑珠，即勒石。拓本指的是什么？拓本指的是从碑刻、铜器上墨拓下来的书迹或图像。实物最早见于唐代，具体方法将宣纸大师蒙在器物碑刻上，敲打它，使得遗址呈现凹凸状，然后蘸墨拓成。古代用竖纹纸、油烟墨铺后压光，墨色乌黑有浮光的，称乌金拓；用横纹纸、松烟墨，色清而浅，不合油蜡的，称蝉翼拓；又以朱红色拓出的，称朱拓。贝石出成或刚出土时所拓的，称出拓。何为剥石？剥石指古代碑刻年久风化时有剥落。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汉历岁久，风雨剥石，
故其字无复锋芒。何为双钩？双钩是书法术语。一、复制法书的技法。法书上时，沿其笔面的两侧外沿以细线勾出，称为双钩。陆游有妙墨双钩帖诗句。二、一种书写空心字的技法。三、执笔法的执法名称与单钩相对。北宋黄庭坚论述，凡学字时，先当双钩，用两指相叠，促笔压无名指，高提笔，另腕随以一左右。今以食指与中指上节、中节之间相叠，勾住笔管，称为双钩。何为单钩？单钩是书法术语，执笔法执法名称，以食指勾笔管与拇指形成前置状，与指接垫于笔管后方，因只以一食指主钩，故称单钩，与双钩相对。清代朱履珍书学节要称，单钩者食指、中指参差不齐，食指勾向大指，中指勾向明指，此是单钩，是传北宋苏轼作书用此法，微掩其笔。何为枕腕？枕腕是书法术语，写字时把左手掌杯平垫于右手腕下，称为枕腕，多用于书写小字，也有使用笔戈，多以竹、木质等物代替左手垫于腕下的。何为悬腕？悬腕是书法术语，执笔法中的一种，手腕灵活与否对运笔至关重要，肘部不靠桌面，腕凭空悬起，称为悬腕。写字仅仅低腕，还不能上下纵横自如的运笔。悬腕能使肩部松开，全身之力由于无所挂碍，才得极助豪端，点画方能境界。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回腕法？回腕法是书法术语，执笔法中的一种。腕掌弯回，手指相对胸前，故称。清代何绍基写字即采用此法，执笔时腕肘高悬，能提能按，然不能左右其倒，有违常人的生理机能，故一般多不采用。何为腕平掌术？腕平掌术是书法术语，论述执笔时的腕掌关系，有指实掌虚引申而来。近人神隐莫称，掌不但要虚，还得竖起来。掌能竖起，腕才能平，腕平，肘才能自然而然地旋起，肘腕并起，腕才能够灵活运用。何为凤眼？凤眼是书法术语，执笔法的执法名称。握管时，大拇指节骨挺直，里侧成为凸幅，与内弯的食指构成狭长形的缝隙，因美其名为凤眼。大指骨外凸，虎口空圆者称龙眼，是另一种执笔法。何为直史？直史是书法术语，执笔与用笔的通称。唐代孙过庭书谱载，今撰直史转用之由，直谓浅深长短之类，史谓纵横牵扯之类是也。明代张申称直谓执笔，史谓运用。参见运笔。何为运笔？运笔是书法术语，
指字的点画书写之过程。南宋姜夔续书谱称，大抵直之欲紧，运上欲火，不可以只运笔，当以腕运笔。直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直。何为折？折是书法术语，点画用笔的一种技法。永字八法称捺笔为折，捺法用折，意思是笔拨尽力铺散而即发，斜捺、校折、握捺、称拨。唐太宗李世民笔法绝称折须蘸笔外发，得意须乃出之。何为割法？永字八法以外的又一笔法。相传唐太宗公于隶书、楷书，以于世难为师，常患难于割法。一日书简字，乃空其落，世难取笔填之，以是为征。征称仰观目胜作，唯简字割法颇逼真，上深探味为早时。割法较长，写实如不从容行笔，必然头尾重，中间轻薄。唐太宗李世民称为割必润，贵时移而又固。何为中锋？中锋是书法术语，指行笔时将毛笔的主锋保持在点画的中线，以区别于偏锋。用中锋写出的线条圆浑而有质感。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锯墨痕？锯墨痕是书法术语，中锋运笔，因笔锋常在点画中间行蹦，笔画的中央线着墨最有力，凝聚成一道浓重的墨线痕迹，故名。明代董其昌画产宝随笔，评苏轼《赤壁赋》墨迹称颇工书多言笔，亦是一并。此《赤壁赋》数及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风，是颇工之兰亭也。每国画近处，隐隐有锯墨痕，如鼠拟珠，恨非时刻所能传耳。何为侧锋？侧锋是书法术语，起笔的一种技法。在下笔时，笔锋稍偏侧，落墨处即显出偏侧的姿势。清代朱和登临时新解称正锋取迹，侧笔取言。王羲之书《兰亭序》取言处时该侧笔。这种笔法最初在隶书向楷书演变时形成，它使方笔字体中增添潇洒严美的神情。侧锋多用来取士，事成则转换为中锋，近人多用之。何为折锋？折锋是书法术语，笔画转换方向时的一种用笔技法。指笔是折叠带方者，以别于转笔，即笔锋在转换方向时由阳面翻向阴面，或由阴面翻向阳面。折锋利于点画方进与创造姿势。清代包氏陈书刘文清自致宋后，称其笔法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字。何为国锋？国锋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其笔呈反方向运行，欲上先下，欲左先右，以后凡是取圆式用笔，笔锋内敛于点画中间的，称国锋，如曹全碑、石门铭等多用之。何为逆锋？逆锋是书法术语，运笔的一种技法。
为了藏锋突薄，用逆入的方法，欲下先上，欲右先左，以反方向行笔的称逆锋。用逆锋作字，往往具有苍劲老辣的意趣。清代刘熙载称，要笔锋无处不到，须是用逆字句。乐则锋右管左，怒则锋下管上，皆是也。然意指暗中击破如此，着相便飞。何为敦锋？敦锋是书法术语，敦有停留的意思，与敦本为一字。在书法中，敦锋字虽同，却为两法。一个指笔缓行中的敦势，另一个指欲替先敦，退而复进。唐代张怀灌《玉堂进经》称，敦锋缓博敦捷，轻重有准是也。敦锋助笔下女是也，夫有替者，必先敦之。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金错刀？一、金错刀对书法用笔颤彻拨发笔道的美称。谭会在《南唐李后主善书》作颤笔纠曲之幅，遒劲如寒松双竹，谓之金错刀。二、金错刀作为字体名。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金错刀书一体，具体形式与风貌今已不可稽查。何为金书？金书是书法术语，精简求丽的点画谓之金书。书法言金，古君欲褒奖之意，历来称颜真卿、柳公全书为颜金柳骨。何为一笔书？一笔书是书法术语，指草书文字间自始至终笔画连绵相续，如一笔直下而成，故名。汉代张之首创，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何为颤笔？颤笔亦称蘸笔，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因笔画成颤动状，故名。宣和面谱花鸟三散，唐西雅初学李时错刀笔，后画竹，乃如书法，有颤彻之状。何为悬针？悬针是书法术语，书写之画下端尖锐，如针之倒悬，故名。与垂露为两种形体，缝五剪圆。书法正传称，将欲缩锋，引而伸之，需要首尾相等，但锋尖耳，不可如鼠尾。又按古人只有垂露一法，悬针始于兰亭序年字，后人遂以为法。何为垂露？垂露是书法术语，书写直画的一种形态，其收笔处如下垂露珠，垂而不落，故名。具有藏锋的笔势，不同于悬针。唐代孙过庭书谱称，官夫悬针垂露之意。何为护尾？护尾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使行笔至笔画尾部而反收其笔锋。护尾与藏头的用笔方法，笔是逆入而反收，逆则强健得势，收则显示笔有余力。北宋米夫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论点，即从护尾扩展而来。何为逆入平出？逆入平出是书法术语，笔画起落笔和出锋收笔的一种用笔技法。逆入
执起笔时，笔锋要朝书写笔画的反方向入纸，随即转锋行笔，以达到藏锋于点画之中，均匀的万毫齐力，平铺纸上，形成中锋运笔的势态。平书指笔画至末不收，势进出锋，回望空收。何为急色？急色是书法术语，用以对笔势的评述。笔势由用笔的速度快慢、力度强弱、笔锋顺利诸因素产生。急笔求其进挺流畅，色笔求其凝浊浑重。清代刘熙载《一概书概》称，古人用笔不外急色二字，色非迟也，急非速也，以迟速为急色，而能急色者无之。何为方圆？方圆指字的是用笔与形体上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方中寓圆，圆中有方，既有矛盾，又能统一，才能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若舍方求圆，则骨气莫全；舍圆求方，则神气不润。故方圆也可用来评价书法艺术的优劣。何为燕尾？燕尾是指章草中的一种拨法，如神龙本兰亭序，心字，右下半的人，其状似燕之尾，故名。前人将隶书横画出笔的条角，比喻为燕尾。何为柳川鱼？柳川鱼是书法术语，比喻应用竹法的短撇，如行、景、同、宾、朱字，其右侧的竖三撇须有仰、平、复三种有变化的笔势，似三条小鱼用柳枝串联起来。何为击石波？击石波是书法术语，用笔时凭捺称波，击石者指字的那笔似水自泉口流出，遇石击而涌过，这种捺笔称为击石波。如兰亭序心字，捺笔有章草笔意者即是。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牵丝？牵丝是书法术语，亦称游丝、引牵、引带，指书写点画时，由于笔势往来留存于先后笔画之间的纤细笔道，纤细如发丝，挺健利落，其有上呼下应、意气周流的作用，可以表现出书家的功力。何为一波三折？一波三折是书法术语，用笔时凭捺称波。一波三折指凡写捺笔要3次转换笔锋，经过3折之后，笔画才拨发小界。北宋黄庭坚晚年的书法具有明显一波三折的特点。何为一笔三过？一笔三过是书法术语，指每作一点画虽微如数米，皆需3折笔锋，使得完成。其法落笔藏锋为第1折，提笔转锋顿挫引笔为第2折，回锋收笔为第3折。作书既顺笔平脱，而点画经过3折，使能圆满浑成。何为过折收缩？过折收缩是书法术语，运笔过程中的一种技法。过折即指每划一波长3过折笔的意思，
收缩，即北宋米芾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缩之略称。运笔切忌直来直去，缺乏内涵。万豪其力指的是什么？万豪其力是书法术语，指作书时，非但主毫要丝丝得力，而且要调动副毫的作用，使笔毛亦无扭结的聚结运动，这样写出的点画才力量弥满，原见得势。南朝梁王僧前笔意赞，言旨意墨，心圆管直，江深色浓，万豪其力。内页外拓指的是什么？内页外拓是书法术语，内页指意在收敛的笔势，外拓指意在纵放的笔势。后人用内页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记，很有道理，说大王王羲之是内页，小王王献之则是外拓。事关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而实增。何为屋漏痕？屋漏痕是书法术语，比喻用笔如破屋必兼之于水漏痕，其形凝重自然。零基础书法入唐代陆羽全部免释费书法怀素与教学视颜真卿频，论草书，连结在描述栏。颜真卿请订与怀素阅本频道论书法并点开小铃怀铛素称无关接收全下云部影片多其风更新通，知，折肠笑之，其痛快处，请在如飞 YouTube 鸟出林搜寻，惊蛇入草，又如碧彻之路，依依自然。颜真卿谓：何如屋漏痕？怀素起而握弓手曰：得之矣。折钗骨指的是什么？折钗骨是书法术语，比喻用笔的一种技法。钗原系古代妇女头上的金银饰物，至尖而刃，后被借以形容转折的笔画，虽弯曲盘绕，而其笔质依然圆润饱满。南宋姜夔续书谱称，折钗骨者，欲其曲折，圆而有力。追画杀指的是什么？追画杀是书法术语，比喻用笔的一种技法，以锥子划沙，其指无迹，具有藏锋的效果，而两侧沙子匀整凸起，痕迹中正，形似中锋，故用锥画杀以比喻书迹的圆浑。唐代褚遂良论书称，用笔当如锥画杀。宋代黄庭坚称，如锥画杀盖严封藏笔中，意在笔前。何为碧彻？碧彻是书法术语，比喻用笔如逆墙，自然彻裂的痕迹，无做作习气。南宋姜夔续书谱称，用笔如折钗骨，如屋漏痕，如锥画杀，如碧彻。碧彻者，欲其无不至之巧。免礼果真指的是什么？免礼果真是书法术语，比喻字体笔画肉丰健骨，外柔内刚。北宋苏轼自论，于书如免果铁。明代谢晋称，东坡风于月泽，免礼藏真。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银钩钗尾？银钩钗尾是书法术语，比喻用笔的一种技法。银钩指丁、亭、宁等字的替笔，钗尾之以也等字的替笔。西晋索敬对自己的章草书很矜持，名其笔势，如银钩钗尾。女指的是什么？
律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指笔锋退而复进。清代讲和称笔记下行，又往上也。与回锋不同，回锋用转，律锋用逆。何为搭？搭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指行草起笔及字与字之间的承接顺应关系，顺上而下，不用逆势的起笔称为搭锋。清代朱履真称书法有折锋、搭锋，乃起笔处也。用强笔者多折锋，用弱笔者多搭锋。何为抢？抢是书法术语，折锋笔法的虚合者称为抢。元代陈毅曾称圆敦直抢，偏敦侧抢，出锋空抢。笔造则者，笔失则抢；笔造实抢，笔失空抢。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转？转是书法术语，笔画转换方向时的一种用笔技法，区别于折锋。雪安运笔八法称之为有圆转回旋之意。东汉蔡邕称转笔以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咕噜。一般真书多用折锋，草书多用转笔。何为注？注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运笔若行若注。清代蒋济称手不运而以笔按下为顿，运笔时而意有所顾，因用持色注之者谓之注。何为错？错是书法术语，用笔的一种技法，顿后将笔提起，使锋转动离开原处，称为错，是转换笔锋时常用之法，不仅用于转角及替笔，凡行笔换锋时皆用之。何为顿敦？顿敦是书法术语，停笔重按称顿，轻按称敦。雪安运笔八法称其为叠。清代讲和解释，笔重按下为顿，用笔如顿，特不重按为敦。何为古法？古法是书法术语，古法亦称古例，指书写点画中蕴蓄的笔力，是构成点画与形体的支柱，也是表现神情的依凭。唐太宗李世民常谓：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式，唯求其古理。何为肉法？肉法是书法术语，零基比喻础书法书写时入门，笔墨全部浓淡、免费书法肥瘦、教学视粗频，细的一种连技法。结在描述栏。元代陈毅曾翰林要诀肉法一则中接收称全部影片更字之肉，笔新通知，毫是即可也。观看新出炉的书处的满，影片。密处请在即肥， YouTube 那满搜寻即肥，其肥即瘦。 ADAHR。肥者毫端分数足也，瘦者毫端分数省也。何为背抛法？背抛法是书法术语，亦称外略法，指以字替笔书写的技法。写替笔贵于宽圆，如背手抛物，故名。宋人翰林秘论24条用笔法称：敦锋也略徐置之，速则失势，迟则缓切。何为八并？八并是书法术语，泛指书写点画经常出现的弊病，俗称败笔。八并都是以接近这类点画的实物形态定目，如牛头、鼠尾、蜂腰、鹤膝、
竹节、棱角、折木、柴蛋等。何为布白？布白是书法术语，指安排字的点画间架和布置字行之间空白关系的方法。字的点画与空白均有繁简、短长，结体也有大小、疏密、齐正。书写时必须因字生势，灵活多变。布白得当，即能使字和字之间产生错落参差而又呼应协调的艺术效果。另外，对整幅作品行与行之间的安排也称布白。何为燕步双飞？燕步双飞是书法术语，前人将隶书横画出笔的条角比喻为燕尾，一字之中一用一次捺角，二次出现就会笔画雷同，字形突踏。燕步双飞即比喻捺角的不可复用，但也有因隶书横画出锋形如折刀头，和燕尾之齐平相似，故意称燕步双飞。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散水？散水是书法术语，俗称三点水，写法因字体与书体而个别。唐代张怀灌《王唐进京散水一法》称水，此名地象显异，意在或藏或露，状类不同。法以刚侧而中掩，下前错而替锋，则右君黄庭经乐议论用词也。何为验阵？验阵是书法术语，指字下四点排列之势。书法三昧，即验阵、缓验阵、验、展、巧，三字外不可用。何为象香？象象是书法术语，运笔造型的一种技法，与象背相辅相成。何为象背？象背是书法术语，运笔造型的一种技法，与象相辅相成，要求同一方向之笔画，避免平行与雷同，尽量做到为而不犯，和而不同，既多样又统一。何为用墨？用墨是书法术语，墨色有焦枯浓淡干湿之分，作书使毫形笔造润相间的技法，称为用墨。元代赵孟俯称古人作字多不用浓墨，太浓则失笔意。明代李君实则认为昔之书墨长积3分，何也？东坡真迹墨浓如漆，引起楚素之上。山谷亦为其用墨太丰而风韵有余，然则松雪所云特楷书耳，行书则不然。何为展簇？展簇是书法术语，指书法结体造型的一种技法，有从单字间笔画繁简悬殊上去理解的。如唐代颜真卿数张张是笔法12意，称大字簇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为称。也有从一个字的偏旁结构的处理上去理解的，如清代包世臣一周双集称少师杨凝是节字，善以部尾，自二王以至颜柳之旧事，皆以展簇簇变之，故按其点画如真形，而象其气势，则狂草。杨凝是书有神仙起居法。何为俯仰？俯仰是书法术语，指书法结构点画偏旁之间的联系。俯要下应，
仰要上乎，使文字组合的偏旁或字与字之间书写时有应带顾盼之姿，显得气贯一连，生动有致。何为墨珠？墨珠是书法术语，比喻字体笔画丰肥，臃肿而乏筋骨，因字如墨团，故名墨珠。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引东晋魏夫人笔阵图称，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珠。书写粗笔道的字而不见筋骨，易犯此病。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行气？行气是书法术语，指书法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应带关系，一般要求笔断一连，连缀成形，积行成篇，在文字的上下左右首尾的书写中既有变化，又能和谐。如清代宋曹书法曰言称勿往复收，乍断复连，承上升下，练子固目。行气在行草书中的关系尤为重要。何为丹夫正道？丹夫正道是书法典故，意味略甚狭窄，而又是在必争，妙在主次揖让之间，能为一而不犯。点出唐代李兆国时伯为张旭自言常见公主与丹夫在羊肠小道上争道，各不相让，但又闪避行进得法，从而领悟到书法上的结构不白，偏旁组合应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何为既白当黑？既白当黑是书法术语，字的结构与通篇的布局不须有疏密虚实，才能破平板画一，有起伏对比，既矛盾又和谐，从而获得良好的艺术情趣。清代邓石如称，字画书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既白以当黑，其趣乃出。何为楹联？楹联亦称楹帖、对子、对联，书法艺术的一种服饰，由上下联组合，是悬挂或粘贴在壁柱上的联语。如新春时节张贴于门上的春联，字的多寡无定规，一般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特多的长联叫龙门对。楹联发生于明末而盛行于清代，是十分普遍的文学和书法相融合的艺术形式。何为削法？削法是书法术语，比喻书法用墨用水的技法。元代陈毅曾翰林要诀在削法一则中称，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何为合作？合作是书法术语，旧时行家们习惯于将书写的理想和精彩的作品称为合作，如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引张怀灌、二王等书录献之常与简文第10指，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卿存之。何为书奴？书奴是书法术语，一比喻学书墨守成规而不能创新者。唐代亚西论书，凡书通极变，王羲之变白云体，欧阳询变右军体，柳公权变欧阳体，若指法不变，纵能入13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二有书法是皮者，既兴书学，也往往自称为书奴。
何为集字？集字是书法术语，一指将前代某一书家的字迹搜并集成的书法作品。徐氏法书记所载，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传千字文，使因写石磨刺西之之际，以字八王，便是最早的集字。二指临习古人书法，识古不化，亦步亦趋。零基础书法入门，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连结在描述栏，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何为生熟？生熟是书法术语，一指学习书法的熟练程度。初学者生，久习则熟。北宋欧阳修称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全。二指法书的神采气质。一般认为太熟则媚俗，熟而能生则高雅。何为习气？习气对书法情调的品评语，泛指用笔、结体等方面流于熟烂的情调，寓有贬义。清代王树论赵孟俯书，子昂天才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功夫为盛，晚岁成名后，因难减对，不免浮华，甚有习气。何为题跋？题跋是书写于书籍、碑帖、书画作品的品评、追溯故事、考证版本及渊源等方面的文字。书写于作品前面的文字一般称题，后面的称跋。清代段王才《书文解字注》称，题者标题前有跋者，系其后。今多将跋尾称为题跋。何为碑志？碑志指镌刻于石碑上的书法文辞，为安葬设立的，称墓碑，也称墓表、墓碣。列于墓道前者称神道碑，入墓穴者称墓志，或称墓志铭、旷铭。何为乌丝蓝？乌丝蓝指在纸或卷素上画或织成的黑色界格，亦泛指有这种黑色界限的书法用纸。唐界墨浓而细，宋界墨淡而理粗。